很多人以为晚年是人生的终点，我告诉你，那是最大的误解。老伴走后的那段日子，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智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晚年活得通透自在的老人，和那些晚年凄苦潦倒的老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在于儿女多不多，不在于钱够不够，而在于他们在关键时刻做没做对那几个决定。我常说，人生的上半场靠拼搏，人生的下半场靠智慧。今天我不跟你谈生意，不跟你谈事业，我要跟各位上了年纪的朋友认认真真谈一谈老伴走后这道人生最难的选择题。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老伴走后有5件事，你打死都不能答应。这不是绝情，这是保命。你要是没听懂，你的晚年就真的完了，连神仙都救不了你。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这大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在香港的茶餐厅里熬了多少个深夜？在台湾的工厂里加了多少年的班？在洛杉矶、纽约的唐人街洗了多少个盘子？你把青春砸进去了，把心血砸进去了，把钱也砸进去了，儿女长大了，成家了，你以为你的任务完成了，你以为可以和老伴牵着手在公园里好好喘口气了，但天有不测风云，如果那个陪你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也相互搀扶了一辈子的老伴，突然先走一步，留下你一个人，你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残酷，但你必须直面它。很多人在老伴走后，精神瞬间就垮了，垮了之后怎么办？开始做错误的决定，搬弃儿女家住，交出存款，把房子过户，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别人。结果呢？晚景凄凉，尊严尽失，人财两空。我在商场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破产了，还能东山再起，但晚年的错误决定一旦铸成，就是万劫不复。今天我结合中国几千年的易经智慧，来跟各位好好拆解一下老伴走后这5件事为什么绝对不能答应，以及你应该怎么做。我给你讲第1件事，拒绝轻易搬去儿女家住，更要守住你的老房子。老伴刚走的时候，是你心理防线最薄的时候，这个时候儿女会来跟你说，爸妈，你一个人住太孤单了，搬过来跟我们住吧，顺便把老房子卖了或者过户给我，我们来照顾你。你听起来是不是很暖？是不是觉得终于有了依靠？我告诉你，你这一点头，就是在亲手毁掉自己晚年最后的安全底线。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艮卦，艮是什么意思？艮就是止，就是守住，就是适可而止。艮卦的卦象是2座山，两座山为什么要有距离？因为靠太近就会撞在一起，就会崩塌。你和你的儿女就是2座山，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运行规律，必须保持距离，才能各自巍峨。你仔细想一想，特别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长辈，你的儿女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个人空间，是隐私，是独立。你脑子里装的是大家庭的热闹，是养儿防老，是理所当然。2种思维碰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刚开始3天，大家客客气气，1个星期后，你看不惯媳妇买东西大手大脚，她看不惯你把剩菜反复加热，你心疼儿子累，多啰嗦2句，人家觉得你干涉自由，你在自己老房子里是真正的主人。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把电视开多大声就开多大声。可一旦搬去儿女家，哪怕那房子当年是你出钱买的，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悄悄变成一个寄人篱下的看客，甚至变成一个免费的高级保姆。更可怕的是什么？
如果你在悲痛和冲动之下把老房子卖了或者过户了，你就彻底失去了退路。我在商场上说过一句话，没有筹码的谈判注定任人宰割。你的老房子就是你晚年最重要的筹码，有了它，进可攻，退可守；没有了它，有一天在儿女家待不下去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说，老伴走了，再难过，也要守住自己的老巢，距离产生美。偶尔让儿女带着孙子来吃顿饭，那叫天伦之乐；天天挤在一起，那叫互相折磨。自己的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老窝。守住你的房，就是守住你晚年的尊严。我给你讲第二件事，拒绝过早把养老钱交出去，财权就是你的命。这世上很多悲剧都是从老人把存折递给儿女那一刻开始的。有些老人觉得，我人都快入土了，留着钱干什么？不如早点分给孩子，帮他们减轻房贷压力。有些老人觉得，把钱给了儿女，儿女就会感恩戴德，就会在床前尽孝。我告诉你，这是极其天真也极其危险的想法。易经第一卦是乾卦，乾卦讲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叫自强不息？对于晚年的人来说，经济独立就是你自强不息的唯一底气。钱在你手里，是你的资产，是你的护城河。钱一旦到了儿女手里，那就是别人的钱了。我常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千万不要用钱去试探亲情，因为结果往往会让你伤透了心。当你手里有钱，你生病了，可以去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护工。你想去看看世界，买张机票就能飞儿女来看你。你可以大方给孙子包个大红包，他们走的时候也欢欢喜喜。你的钱是你的腰杆子，有了它，你站得直，走得稳。可如果你把钱都交出去了，买包盐都要向儿女伸手，一次两次他们还痛快，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们的脸色还会好看吗？尤其是当儿女自己也面临中年危机，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哪里还有精力和财力再来顾虑？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不是说儿女天生凉薄，而是说现实的压力会把人的耐心一点一点磨光。在香港打拼了一辈子存下的强基金，在美国辛辛苦苦交了几十年的 401k， 如果你为了帮儿子付首付，帮女儿渡过难关，全都掏空了，等你真的老得动不了，需要全职看护的时候，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你想好了吗？我不是教你吝啬，我是教你清醒。你爱儿女，可以在100年之后把遗产留给他们，但在你活着的每一天，这笔钱的控制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你把自己照顾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你要记住，守住财权就是守住你的命。我给你讲第三件事，拒绝把自己封闭在悲痛里，也拒绝低质量的无效社交。老伴儿的离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地震，那种心被掏空了一半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有些人老伴儿走了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哪里也不去，谁也不见，每天看着老伴儿的照片发呆，摸着老伴儿用过的旧物流泪，连原本喜欢的太极拳、广场舞、书法班都不去了。这种状态在易经里叫做否卦。否卦的卦象是天地不交，万物不通，天往上升，地往下沉，阴阳隔绝，生机断裂。如果你一直把自己封闭在悲伤里，你的生命力就会像一潭死水，迅速干涸。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你的老伴如果在天有灵，绝对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他把自己活成一具行尸走肉。但我也要告诉你另外一面，走出去
不等于什么圈子都往里扎。有些老人聚在一起，不是抱怨儿女不孝，就是比较谁的退休金高，谁的孙子学习好，满嘴的负能量。这种圈子，你越泡越空洞，越泡越痛苦。易经里有一个复卦，讲的是复，是重生，是在至暗之后重新找回方向。你需要做的是去寻找真正滋养你的事情。你年轻时想学画画，但没有时间，现在去学。你一直想好好读一读《论语》或者《道德经》，现在去读。你去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去结交那些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朋友。在美国的华人长辈，不要觉得英文不好就缩在华人区的几个街区里，去参加教会活动，去社区中心报个兴趣班。在台湾、香港的朋友，去爬爬山，去参加长青学院。当你把注意力从失去的痛苦里转移出来，转向探索新事物的喜悦，你生命中的阴阳才能重新流动，这才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孤独是晚年必然的底色，但你完全可以选择让这份孤独变得丰盈，变得高贵。我给你讲第4件事：拒绝毫无底线的黄昏恋，警惕以爱为名的收割。这一点非常敏感，但也非常致命。我必须说，人老了，特别是老伴儿刚走的那几年，夜深人静时，那种刺骨的孤独感是会让人失去判断力的。这个时候，如果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对你嘘寒问暖、百依百顺的人，很多老年人就会以为自己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以为找到了可以相伴余生的真爱。各位，清醒一点。易经里有一卦叫履卦，上面是天，下面是泽，卦象是踩在老虎尾巴上，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现在社会上针对老年人的情感骗局太多了，在互联网行业，我们叫这种手法杀猪盘。现在这种手法已经全面升级，专门盯上手里有房有存款的单身老人。他们一开始不图你的钱，只图提供情绪价值，天天给你做饭，陪你散步，听你讲过去的故事，对你比亲生儿女还要贴心。等你彻底陷进去，准备领证，准备把对方加到房产证上的时候，獠牙就露出来了。家里人生病了，生意亏本了，需要投资理财了，各种理由来找你要钱。等你把毕生积蓄掏空，对方就立刻人间蒸发，或者换一副嘴脸，天天折磨你，逼你把剩下的财产也交出来。我不是说老年人没有资格谈感情，也不是说黄昏恋全是骗局，但我希望你用商业思维来审视晚年的情感。在谈判桌上，如果一个项目收益极高，条件完美到无懈可击，那往往是个陷阱。感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聊得来的人，想要搭伙过日子，请记住3个底线。第一，只同居，不领证。领证意味着财产混同，会引发家庭大战。第二，财政必须独立，千万不要轻易给对方大额的钱，更不要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第三，一定要和儿女沟通，让儿女帮你把把关，旁观者清。儿女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往往能一眼看穿骗子的伎俩。守住这3个底线，如果对方依然真心陪着你，那才是真正的陪伴。如果对方因为你不出钱、不领证就翻脸走人，你应该庆幸你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不要为了喝一口水就把整口井都送给别人。我给你讲第5件事：拒绝过度医疗和无效的保健焦虑。看透生死才是最高级的活法。人老了最怕什么？怕病，怕死。尤其是老伴因为生病走了之后，
很多人会陷入极度的健康焦虑里，稍微有点头疼脑热，就觉得自己得了绝症。听说某种保健品能延年益寿，就不惜重金去买。各种卖高价保健品的骗子，推销无效理疗机的销售员，就把这些老人当成最肥的韭菜，一茬一茬地割。易经里有一卦叫颐卦，讲的是颐养之道。真正的颐养不是靠吃那些成分不明的昂贵药丸，不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而是要顺应自然，养正气，养心性。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跟各位说清楚：很多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过度医疗折磨得生不如死，明明已经是癌症晚期或者器官衰竭，已经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了。儿女为了显示孝心，或者老人自己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非要在重症监护室里插满管子，每天花费几千上万，只为了维持那台仪器上的一条波浪线。各位，那不叫活着，那叫受罪，那是在用极其惨烈的代价消耗你一辈子的积蓄，同时把你最后的尊严剥夺得干干净净。我非常敬佩那些早早立下生前遗嘱的老人，他们清醒地写明，如果有一天患了不可逆转的绝症，或者陷入深度昏迷，请不要给我做心肺复苏，不要给我插管子，请让我安静的、有尊严的离开。我们中国人讳莫如深，不愿谈死亡，但易经告诉我们，生与死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交替，是宇宙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冬天来了，树叶自然落下，化作春泥，更互化。老伴先走了，那是他的缘分，他去另一个世界休息了。你现在还活着，就要把每一天都当作赚来的。与其把钱砸在那些骗人的保健品上，不如拿去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与其天天担心自己会不会生病，不如把心态放平，早睡早起，粗茶淡饭，保持内心的平静。真正的长寿不是活到100岁，但天天躺在病床上呻吟，而是哪怕只活到80岁最后一天，还能自己走到洗手间，还能笑着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你把死亡看透了，把生死放下了，这世界上就再没有什么能让你恐惧了。不怕死的人，反而活得最通透、最强大。各位，我今天说的这5件事，每一件都是无数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易经乾卦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上了年纪，不代表你的使命结束了，不代表你就该把自己交托出去。恰恰相反，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你的智慧、你的阅历、你手里的财富，都是你这辈子积累下来的皇冠。没有人有资格随随便便从你头上把这顶皇冠摘走。晚年生活本质上是一场最高级的自我管理，你就是自己生命的首席执行官。拒绝搬去依附儿女，那是你在维持自己公司的独立运营；拒绝交出养老本，那是你在保证现金流的稳健；拒绝沉溺于悲痛，那是你在做企业的战略转型；拒绝黄昏恋骗局，那是你在做最严格的风险管控；拒绝过度医疗，那是你在为这家公司策划一个最体面的退市方案。把这5件事坚决拒绝掉，你的晚年不仅不会凄凉，反而会成为你人生中最自在、最洒脱、最没有负担的黄金时代。道德经里有一句话：知人者智，智之者明；胜人者有力，智胜者强。你大半辈子都在赢别人，到了晚年，你要学会赢的是自己，赢过自己的软弱，赢过自己的恐惧，赢过自己那颗想要依靠别人的心。
你守住了自己，你才是真正的强者。积善自家，必有余庆。你把自己的晚年经营好了，这本身就是留给儿孙的最大的福气和榜样。今天这番话，你要是听进去了，照着做3年，3年之后再来看你，你一定是一个活得明白、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的人。你要是听不进去，还是老样子，那也没有办法。个人有个人的缘分，命由心造，福自己求。愿各位从今天起守住你的老巢，攥紧你的钱袋，走出你的悲痛，看透你的情感，放下你的死亡恐惧。你用心做到这5点，你的晚年就是你最好的人生。